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Pat Dorsey 的巴菲特的护城河。Pat Dorsey 曾担任晨星公司 Morningstar 的股票研究部总监。他在任职期间，带领团队开发了业界著名的经济护城河评级系统，将模糊的投资理念转化为了标准化的分析工具。巴菲特的护城河是一本系统性解析企业竞争壁垒的实操指南。Warren Buffett 曾提出，好的企业就像一座坚固的城堡，周围必须有宽广的护城河来抵御竞争者的进攻。但长期以来，什么是护城河？许多人往往只能凭直觉判断。这本书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高市场份额和优质产品的迷信，将真正的企业壁垒严格界定为4项可以被观察和量化的结构性特征。面对复杂多变的商业竞争环境，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清企业利润背后的真实逻辑，建立起一套筛选长期优质资产的客观标准。资本市场的运行存在一个基本规律，资金总是如同水流一样，自发地向收益率最高的地方汇聚。在评估一家企业的盈利能力时，核心的财务指标是资本回报率 Return on Capital， 它衡量的是企业利用自身资产产生利润的效率。如果一个行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维持在 10%， 而某一家创新型企业通过新的商业模式突然获得了 25% 的高额回报，这种超额利润在资本市场中就像是一个明亮的灯塔，会迅速吸引大量的竞争者。竞争者可以通过借贷或者融资进入这个高利润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入场，市场上的产品供应量会大幅增加。为了抢夺客户，新入场的企业必然会采取降价促销的手段。价格战的爆发会迅速压缩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导致最初那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从 25% 逐步滑落回 10% 的行业平均水平。这个过程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均值回归。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超额利润的消亡是常态，长期的超额利润反而是反常的。企业想要在漫长的生命周期中持续赚取高于资金成本的收益，就必须拥有某种能够抵挡竞争者入侵的防线。这种结构性的防线就是经济护城河 Economic Moat。 护城河的财务本质并不是帮助企业赚取更多的钱，而是延长企业赚取超额利润的时间窗口。拥有护城河的企业能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竞争对手挡在门外，让资本的均值回归规律失效。许多高增长的明星企业在起步阶段看似风光无限，但由于缺乏护城河的保护，其高昂的利润率往往在3-5年内就被竞争者蚕食殆尽。真正决定一家企业长期内在价值的，不仅是它当前能赚多少钱，更是它能将这种赚钱的状态维持多久。然而在真实的交易市场中，许多投资者由于没有建立客观的衡量标尺，经常将企业短期内的账面繁荣误认为是长期的结构性壁垒。在寻找护城河的过程中，第一类常见的误区是将优质的产品等同于结构性壁垒。在商业史上，靠一款惊艳的产品获得短暂爆发的企业比比皆是，但如果没有结构性机制的保护，缺乏技术专利或许可门槛的创新，往往只是在为竞争对手做免费的市场测试。20世纪80年代，克莱斯勒 Chrysler 汽车公司在市场上率先推出了小型客车。这是一款具有创新性的优质产品，精准迎合了家庭出行的需求。克莱斯勒凭借这款车型在初期获得了可观的销量和利润回报。但是制造一辆汽车并不存在难以复制的结构壁垒。当福特和本田等竞争对手看到小型客车的利润空间后，迅速通过逆向工程推出了功能相似甚至设计更优的竞品。由于缺乏结构性的护城河，克莱斯勒很快就失去了定价优势，利润率大幅缩水。
优质的产品确实能带来短期的财务回报，但它无法形成阻断竞争的长效机制。另一个常见的投资陷阱是对高市场份额的盲目迷信。许多人认为，只要一家公司占据了行业的绝对主导地位，就必然拥有护城河。市场份额仅仅是一个向后看的后视镜指标，它只能证明企业在过去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却不能保障未来的盈利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景 Netscape 公司在早期的互联网浏览器市场中占据了超过 80% 的市场份额，几乎垄断了用户访问互联网的入口。单从数据上看，它的行业地位不可撼动。但是，浏览器市场本身并不具备锁定用户的属性。当微软 Microsoft 将自家的浏览器与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并向用户免费提供时，网景的市场份额在短时间内便土崩瓦解。用户更换浏览器不需要支付任何财务成本，也没有操作上的门槛，高昂的市场份额在缺乏转换成本的环境中，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一触即溃。除了迷信产品和市场份额，第二类常见的投资误区是将高效的日常执行与卓越的管理层视为护城河。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企业常常通过优化供应链、裁减员工、提高周转率等方式来压缩成本。这种运营层面的高效执行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以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电脑硬件制造行业为例，当时康柏 Compaq 和杰威 Gateway 等公司因为在生产流程上的高效执行而备受市场追捧。他们通过不断的流程优化，将硬件制造的利润率维持在一条非常脆弱的生命线上。但运营效率是一种很容易被模仿的策略。随后，戴尔凭借更先进的直销模式和零库存管理，在执行效率上超越了他们。在没有结构性优势的行业里，依靠拼执行力来参与竞争，就像是在一台加速运转的跑步机上奔跑。企业必须每天都在效率上保持完美，稍有不慎就会被甩出跑道。竞争对手同样可以雇佣聪明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纯粹的勤奋和聪明无法构建出牌他性的财务壁垒。同样的，明星高管和卓越的管理团队也无法替代护城河的作用。优秀的管理对于企业的平稳运行是有益的，但商业世界的客观规律是，个人的管理能力无法逆转糟糕的商业基本面。以全球商业航空业的发展史为例，这个行业几十年来吸引了无数优秀的商业精英，但航空业本质上是一个需要庞大固定资产投入，面临巨大燃料成本波动，且消费者对价格高度敏感的商品化行业。即使是再出色的管理人员，也无法改变一张从纽约飞往伦敦的机票缺乏差异化的客观事实。几十年来，这个行业持续摧毁了巨额的股东资本。真正坚固的经济护城河必须根植于企业自身的商业结构之中，哪怕随后接手的是一个资质平庸的管理层，这家企业依然能够凭借其结构性的防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高额的资本回报。排除了表面繁荣的假象后，我们需要确立一套客观的标尺。第一项真正能够阻挡竞争者的结构性防线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主要包含品牌、专利和法定许可，但它们并非天然就是护城河，必须经过严格的商业检验。大众最容易误判的是品牌，高知名度并不等于高壁垒。检验品牌的关键试金石是定价权。以索尼为例，它是一个全球闻名、家喻户晓的品牌，但在家电卖场里，如果一台索尼电视的标价比配置完全相同的竞争对手高出 20%， 绝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放弃购买。这种无法让消费者心甘情愿支付溢价的品牌，在财务上毫无意义。相反，蒂芙尼 Tiffany & Company 则拥有真正的品牌护城河。
一颗无论是切割工艺还是净度都完全相同的钻石，只要装进那个标志性的枝更鸟淡蓝色的包装盒里，就可以比普通珠宝店的钻石卖出高得多的价格。消费者支付的不仅是钻石本身的成本，更是为品牌附带的心理满足感买单。这种将普通商品转化为高溢价资产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护城河。与品牌相比，专利在制药等行业构成了合法的垄断权，但它存在到期的风险。一旦专利保护期结束，仿制药就会迅速将利润率拉低。因此，依赖专利的企业必须拥有持续研发的专利组合，而不是仅靠单一产品。在所有无形资产中，最为坚固的是法定许可。这种护城河直接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将竞争对手挡在门外。例如，废物管理公司 Waste Management 经营的垃圾填埋场，出于环境保护和周边居民的反对，任何城市都很难批准建设新的垃圾填埋场。这种政府许可的稀缺性，让现有的填埋场享有了不可替代的区域性垄断权。再比如金融领域的债券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两家公司控制了全球评级市场 80% 以上的份额。监管规则和金融市场的惯例，实质上要求几乎所有发行债务的机构都必须获取他们的评级。这种由规则建立的护城河，使得新玩家即便投入大量资金，也很难撼动他们的地位。无形资产是在产品的前端建立门槛，而第二项护城河转换成本，则是在产品的后端发力，将已经进入的客户紧紧锁定在企业的生态系统中。转换成本是指客户在更换产品或服务供应商时所必须承受的摩擦与损失。这种损失不仅包括显性的资金支出，更包含了隐性的时间消耗、重新学习的成本以及业务中断的巨大风险。在个人消费领域，零售银行账户是转换成本的经典案例。更换一家存款银行，意味着客户需要注销原有账户，重新绑定工资的直接入账关系，逐一修改水电费、信用卡以及房屋贷款的自动扣款设置。这中间涉及大量繁琐的文书工作和时间成本。即便竞争对手的银行能够提供稍微高一点的存款利息，绝大多数客户在权衡了巨大的麻烦之后，依然会选择留在原来的银行。这种惰性使得银行业能够长期保持极低的客户流失率。在企业服务领域，转换成本的威力更加显著。以甲骨文 Oracle 的数据库软件为例，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如果决定使用甲骨文的系统，就需要将公司几十年的历史数据、全球各个分支机构的日常运营流程全部集成到这套软件中。同时，数以千计的员工需要接受专门的操作培训。一旦系统运转起来，这套软件就成了企业的神经中枢。如果这家企业想要更换一家价格更便宜的数据库供应商，它将面临很高的风险。不仅需要支付高昂的数据迁移费用，聘请新的外部顾问，还要承受长达数月的系统磨合期。更为关键的是管理层的心理风险。在 IT 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没有人会因为继续使用甲骨文而遭到解雇，但如果为了省钱而更换新系统，一旦导致核心数据丢失或业务停摆，决策者必将面临离职的下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难以逾越的转换成本，这类软件企业可以像收取年金一样，每年向客户收取维护费和升级费，并能够稳步提高价格，而不用担心客户流失。当转换成本还在致力于留住存量客户时，第三项护城河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 则创造了一种能让产品价值自我强化的商业结构。网络效应是指随着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用户数量增加，该产品或服务对每一个新老用户的价值也随之上升。Visa 和万事达卡 Mastercard 是网络效应最典型的代表。这是一个双边网络，
全球有成千上万的商户愿意安装 Visa 的刷卡机，是因为有数以10亿计的消费者口袋里装着 Visa 卡。而消费者之所以首选办理 Visa 卡，正是因为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几乎所有的商户都接受它。这种庞大的用户基数和商户网络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很难被复制的闭环。在这种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下，就算一个新入局的竞争对手拥有大量资金，也很难在一夜之间同时说服几十亿消费者和数千万商户去使用一个全新的支付网络。第4项结构性护城河是成本优势 （cost advantages）。这里的成本优势不是指通过压榨员工或牺牲质量换来的短期低价，而是指竞争对手很难复制的结构性效率优势。成本优势可以来源于独特的业务流程，例如西南航空 Southwest Airlines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机队中只采用波音737这一种型号的客机，这不仅明显降低了飞行员的培训成本、机械师的维修难度，还让零部件的库存管理变得更简单。这种根植于商业模式的流程优势，让传统航空公司难以模仿。更为坚固的成本优势来源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的独占。以火神材料 Vulcan Materials 这类生产碎石和建筑骨料的企业为例，碎石是一种价值很低但重量很大的大宗商品。在建筑行业中，如果用卡车将碎石运输超过50英里的距离，高昂的运输燃料和人工费用就会完全吞噬掉材料本身的利润空间。这个运输半径限制为采石场画出了一个天然的垄断圈。在这个50英里的范围内，远处的竞争对手很难在价格上与之抗衡。通过独特的流程和不可移动的地理资源构筑的成本防线，在行业底端大幅压缩了价格战的空间。确立了鉴别无形资产、转换成本、网络效应和成本优势这4道客观标尺后，投资者可以从市场上筛选出一批拥有坚固防线的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买入并高枕无忧。商业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静态的分析必须转化为动态的追踪。这里需要引入一个关键概念：护城河趋势 （moat trends）。任何企业的竞争壁垒都不是凝固在水泥里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么在逐渐变宽，要么在悄然缩窄。护城河趋势变窄的典型破坏力量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以伊士曼柯达 Eastman Kodak 为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柯达拥有宽广的经济护城河。它不仅拥有全球知名的影像品牌，还掌握着胶卷感光材料领域的海量专利，并在全球铺设了密集的照片冲印网络，这构成了强大的无形资产和成本优势。然而，数码摄影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游戏规则。数码相机和随后的智能手机直接让冲印胶卷这个行为本身变得毫无必要。消费者不再需要购买胶卷，也不再需要去实体店冲洗照片。在这个过程中，柯达的品牌知名度依然很高，专利依然有效，但由于核心需求被技术直接绕过，它原本宽广的护城河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干涸。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传统的地方报纸行业。过去，地方报纸在一个城市的分类广告市场享有区域性垄断，商家要招工或售卖二手车，只能在当地报纸上花钱买版面。但当克雷格列表 Craigslist 等互联网分类广告网站出现后，信息发布的边际成本降到了0。互联网技术直接抽走了报纸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来源，原本稳定的区域护城河被轻易跨越。因此，投资者在分析企业时，必须持续审视行业结构的变化，确认当前的护城河是否正在受到新技术的替代威胁。买入一家护城河正在缩窄的企业，往往会掉入价值陷阱。除了外部的技术颠覆，堡垒往往也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在这场守护利润的战役中，
管理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卓越的管理层本身不能算作护城河，但管理层却掌握着护城河所产生的资金的生杀大权。这就引出了管理层的核心任务——资本配置。资本配置是指，当企业的核心业务通过护城河产生了大量自由现金流时，管理层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的过程。拥有宽广护城河的企业，往往是一台强劲的现金提款机。当核心业务的市场份额已经饱和，无法再吸收更多资金来获得高回报时，管理层必须做出抉择。优秀的资本配置是将多余的现金通过发放股息或回购股票的方式返还给股东，或者投资于能够进一步拓宽现有护城河的相关领域。然而，商业史上充斥着破坏价值的资本配置案例。许多管理层受到所谓帝国构建心理的驱使，比起经营一家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他们更喜欢经营一家规模庞大的公司。当手里握有大量现金时，他们倾向于跨界去收购那些自己根本不了解且没有任何护城河的业务。美泰 Mattel 公司的并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教材。作为芭比娃娃和风火轮玩具的制造商，美泰在传统玩具领域拥有强大的品牌无形资产。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传统玩具市场增长放缓，管理层决定向教育软件领域扩张，并耗资35亿美元收购了学习公司 The Learning Company。这笔巨额的资本配置是一场灾难。软件行业的产品生命周期很短，且转换成本很低，完全不同于美泰熟悉的玩具制造体系。收购完成后，学习公司开始大量消耗现金，严重拖累了母公司的业绩。仅仅1年之后，美泰不得不以2700多万美元的极低价格将其亏本出售，几十亿美元的股东财富被快速抹去。在深厚的护城河，也经不起管理层随意的资本挥霍。当你通过层层筛选，找到了一家拥有坚固的结构性护城河，趋势正在变宽，且管理层在资本配置上严守纪律的伟大公司时，投资分析依然没有结束。买入好公司并不等同于一笔好投资，决定最终收益率的最后一道关卡是估值和安全边际。资本市场的常态是，那些拥有清晰护城河的优质企业往往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从而被推高到不合理的价格。即使企业的商业模式完美无缺，为未来的利润支付过高的溢价，也会透支投资者的回报空间。安全边际的概念就是指股票的市场价格必须显著低于企业的内在价值。这道差额是用来防范未来宏观经济衰退、企业偶发性失误以及投资者自身测算误差的缓冲点。思科 Cisco Systems 在2000年的表现是关于估值底线的重要教训。当时的思科是全球最受追捧的企业之一。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核心供应商，它在企业级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拥有很宽的护城河。客户更换思科设备的转换成本很高，同时也具备强烈的网络效应。从基本面来看，思科的商业堡垒非常坚固。然而，在互联网泡沫的高峰期，市场情绪将思科的股票价格推高到了很高的位置。投资者因为确信其护城河的存在，愿意为其支付超过100倍的市盈率。随后泡沫破裂，在接下来的10年里，思科的真实业务依然在稳步发展，公司的年净利润实现了翻倍的增长。但对于那些在2000年高点买入的投资者而言，由于买入价格完全丧失了安全边际，高昂的估值倍数被不断压缩。思科的股价在暴跌 80% 之后，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接近当年的高点。护城河的作用是保护企业的商业利润，但只有合理的估值才能保护投资者的交易利润。寻找真实的结构性壁垒，追踪护城河的动态趋势，审视资本配置的流向，并在拥有安全边际的价格底线处买入，
这4个步骤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过滤漏斗，将感性的商业故事转化为更可检验的投资判断。巴菲特的护城河是一本写给普通投资者的企业价值鉴定手册。Pat Dorsey 用清晰的商业逻辑，帮我们看穿了市场份额、优质产品和高效执行所带来的短期繁荣假象。他建立的4项结构性标尺：无形资产、转换成本、网络效应与成本优势，让我们不再盲目追逐转瞬即逝的商业流星，而是真正看懂企业的防御机制。在资本持续追求均值回归的自由市场里，护城河能让利润更长久地停留在企业内部，而结合对护城河动态演变的追踪，以及坚守安全边际的估值底线，这套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在复杂股市中避开重要风险，争取长期复利的实战地图。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的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您的财富大脑，陪您在投资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您有所启发，欢迎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同样热爱思考的朋友。您的每一次分享都是在为有价值的知识投票，能让更多人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投资的真相。同时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化作认知上的复利，带给您稳健的长期回报。感谢您的耐心陪伴，我们下期见。